好，接下来我们特别看南海情势哦，在中国大陆建国76周年这一天，我们要来特别关注到黄岩岛的海域上演了一个震撼的场景。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大陆的方面成立了黄岩岛自然保护区以来，他们首次的在海警的海上面举行了这一场升旗的仪式哦，并且呢，他们升起了5星级，然后敬礼高喊说：“我们坚守这一片蓝色海域。”我们先来看一段现场的最新画面。海警大航线在黄岩岛，复兴中国76岁生日快乐！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好，我们刚刚听到他们的宣言，就是向全球来宣告说，黄岩岛中国说了算，那南海是中国的南海。这一次升级被视为是很有重要的代表性的原因，是因为这是黄岩岛自然保护区他们成立以来大陆首次在这边有一个比较大、比较有象征性意义的一个动作。那包括了现在呢，有很多艘的海警舰都已经进驻在当地了，展开一个常态化的巡航跟它的管控等等。接下来大陆会在南海这边展现一个更为强硬的姿态吗？赖老师怎么看？你也可以这么说，但是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是菲律宾跟美国没有汲取历史的教训啊。中国大陆在很早以前啊，应该是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大陆就建立了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我不主动改变现状，可是如果你一旦要主动改变现状的话，我就会让现状再也回不去，就定出这样的一个基本态度。那也就是说，用这种方法来阻止有一些有野心的，或是有一些脑袋昏头的，他想改变现状啊的以后的发生的状况。那我为什么会讲说日本是第一例？当时日本的石原慎太郎要把钓鱼岛国有化，所以那时候日本就在推了。那中国大陆就警告他说：“你不可以这样做，最好不要这样做。”那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他认为他可以这样做，他把钓鱼岛国有化了。从此以后，中国大陆的海警船就进来了，到现在哦，那钓鱼岛就收回来了。所以大陆的军舰穿梭这个钓鱼岛的海域，然后海警船常态性的在这个地方执法，把日本的渔船赶走，要不就逮捕。第二重大的案例就发生在这个阿基诺三世的时候啊，菲律宾的总统阿基诺三世。那个时候本来黄岩岛是大陆跟台湾或者是大陆的跟菲律宾的渔民都可以在那边捕鱼，大家有默契。可是阿基诺三世在美国的煽动下，奥巴马总统叫阿基诺三世去闹，他以为他可以这个把黄岩岛拿回来，对，结果呢，他就要去逮捕中国的渔船，那中国大陆就把菲律宾的渔船就控制住了。1个月以后，菲律宾撤走，大陆就把黄岩岛收回来了。从此以后，黄岩岛就不再是菲律宾的，菲律宾也再进不去了。那现在的情况就是，当菲律宾又跑到这个黄岩岛去闹的时候，你看现在中国大陆的做法就是把黄岩岛就是宣布成为国家自然的一个保护区。对，那当然海警在这个地方做宣示，那也就是从此以后，你任何外国人，包括外国记者、外国媒体，包括菲律宾，所有人要进入黄岩岛，要向中国大陆要办理护照。你没有，然后你要进入自然生态保护区，还要经过当地的这个机构的批准。那也就是说，你要进入中国大陆的领土，还要再经过批准才能够进入这个区域，要经过2个程序。那你如果没有经过批准，那就是违反中国的法律，那就要驱逐或者逮捕。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明确的宣示，这就是什么？菲律宾跟美国人那个脑袋不够用，永远记不得你不要片面的改变现状，现状一改变就回不去了。所以从这一次我们就可以看到，在经过了这一次的象征性的升旗典礼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大陆等于正式的宣布，它在这边未来绝对会更为强硬哦。那同时呢，我们除了看到它出动了它的海警，我们刚刚说了嘛，在这边有常态性的巡逻之外，我们来看到的是2款比较重要的武器哦。等一下，请蔡委员来带我们看，这个它是2艘全球最大级别的超大型无人潜舰，已经秘密的进驻在南海地区了，而且呢，它跟过去比较不一样的
的地方是它的吊装的方式是采取隐秘性的，所以可以加强它的浮动船坞的一种方案。那体型上呢，它比美国的虎鲨还要大上了10多倍，具备侦察、布雷、突袭跟反潜等多种的功能。我们看到这个就是现在大陆的这个秘密潜舰，请教委员怎么看2款神秘无人潜舰的攻击模式，接下来会如何来做发挥？对于南海的整体战力，解放军在这边会有多大的提升？中美两国的海上的武力，目前看起来，中国在航空母舰上面，在导弹、在战斗机方面，逐渐的有跟美国拉近距离的一个态势。但是中国在轰炸机跟潜水艇方面可能还跟美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距离哈。那轰炸机要等到轰20这个出现了以后，才可能拉平。然后这个潜水艇方面是中国大陆最大的短板。中国大陆的战略核潜艇只有6艘，然后攻击核潜艇也在6艘，总共12艘。那其他的是一般潜水艇，我们不列为大战用的哈。那在美国呢不一样哈，美国的战略核潜艇现在就有14艘而且同样是战略核潜艇，美国的垂发系统是24个，中国的只有12个。美国的排水量18000吨，然后中国的只有11000吨，所以规模来讲，美国是大于中国大陆的核潜艇很多。那攻击核潜艇也一样，中国大陆的093只有多少？总共只有6艘。那美国的这个维吉尼亚级又多很多哈，所以两方面在这个潜水艇方面，美国是具相当大的优势。那中国未来可能096出现了，看看慢慢去弥补哈。但你目前来看，美国一直很自信，就是说，如果要在西太平洋发生海战，我这个水面船舰打不赢你，可是我的潜水艇会让你解放军遭到很重大的打击。这是美国人之所以有信心的一个原因啊。那中国大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一下子要盖那么多潜水艇在技术、资金，潜水艇的要盖好的潜水艇的价格基本上跟一个航空母舰差距是不太大的。所以一下子也不是那么现实，所以他们就采取另外一个变通的办法，我用无人潜水艇，那它叫做无人水下潜航器，它其实就可以有什么侦察，因为潜水艇最困难的地方就是说，美国潜水艇躲在哪个地方你不知道，对，然后它的3叉戟导弹什么地方都打得到你，这个是一个很麻烦。那所以在西太平洋的一个领域里面中国大陆就想到一个比较便宜的方式，就是无人潜航器。那无人潜水艇它部署在南海，比如两艘，大概很容易整天这么绕，看看你美国的潜水艇什么时候出现，然后我可以追踪，可以搜索，要不然都要靠其他方式，要找到美国潜水艇真的不太容易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那当然，中国大陆早期部署了很多方法去侦测，但是绝对不如这种潜航器直接去巡逻，就像我们这个飞机的领空的控制，也要不断有飞机在巡逻一样的道理。所以海域巡逻，那好了，我潜水艇数量比你少，我这个多做10艘好不好？一样的，在西太平洋我也可以这样做，在台湾海峡东部我可以这样做，因为这个是因为中国大陆在控制水下潜航器的控制技术、通讯技术一定有了飞跃的成长，要不然你放下去不知道跑到哪里去控制不住那现在能够控制，它可以用低成本、大生产量来弥补它这个潜水艇不足、数量、质量不足的地方。好，所以现在终于中国大陆想出了这种比较低成本，然后大量生产的一个反制方法，就是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2款无人潜水艇。那另外一方面，美国呢，我们来看到，美国现在则是赶快调了它到南海去的这个2害2级的巡弋飞弹核潜舰，推进的地方在苏比克湾，还砸钱去升级菲律宾的牡蛎湾基地，但是他是说这是旧武器啦，80年代的武器，真能够帮助他来侦查，不管是福建舰或者是中国大陆的武器吗？当将军怎么看？很明显的这个美国他认为在水面战力方面来讲的话，在尤其是东海第一岛链或者是南海这边，已经渐渐他赶不上中国大陆了，这是个事实。那他唯一一个现在在水面上面我打不过你，我现在想办法发挥我的优势，就是水下。
那川普前2天这个讲话的时候，他还讲说，我们的优势就是潜舰啊，然后我们美国的潜舰是世界第1，然后第2是俄罗斯，再来才是中国哈，他们还要25年的时间才可以赶上我们，但是搞不好5年之后他就赶上了。他还记得昨天川普有讲这句话吗？所以很明显，美国现在来讲的话，他要吓阻中国，他水面战力已经没有办法，他现在想办法要用水下的战力，确实也是如此，没错哈。美军来讲的话，它的这个潜艇的数量远远这个不管是量或值上面，在之前都优于中国大陆很多。那我们看一下这艘2亥2级的潜舰，潜舰大概我们一般区分为2种，一种叫战略级的潜舰，一种叫这个攻击型的潜舰。顾名思义，战略级的潜舰它携带的是洲际导弹哈，比如说中国的094，或者未来有可能出来的096哈。那攻击型潜舰来讲的话，大概就是顾名思义，它是以攻击任务为主了，包括中国的093、095，还有这艘2亥2级。2亥2级它原来是放的是洲际战略导弹，但是他认为说不需要有那么多的洲际战略导弹的核潜舰，所以他把它改成攻击型。那大家要知道，这个水底下的作战最好的反潜武器就是潜舰哦，因为水里面、海里面的这种都是水嘛，它这个传音啊、介质啊都一致，不像从空气传到水里面还有一段落差，还要折射。所以说，最好的这个反潜的武器就是潜舰。好，那现在来了，这个美军来讲，如果说要用这个潜舰来封锁大陆来讲的话，中国大陆也势必要发展水下的各种武器。所以我们看到这2艘这个超大型的这无人潜舰又出来。那这个名称我研究很久哈，这个你知道这非常有意思。L 是什么 ？L 就是大号嘛哈，所以大型的无人潜舰就叫做 LUUV 哈。这个超大型应该是 XLUUV， 那2个 Double XL， 它就代表什么？超级宇宙无敌大。他在卖衣服是吧？哎，对，其实我跟你讲，它真的就是这个意思。他用这个编号就是Double XL 哈，超级无敌大的这个潜舰。那这条潜舰大到什么程度呢？它跟一般的有人潜舰是一样的，它可以到42公尺这么长。但是它因为没有人的设施，所以它可以装更多的电池，装更多的这种武器预列在这里面。而且你看，它是有2个吊钩哈，它用船吊到它要放的地方再放下去，那巡航的时间在水里面反潜的时间会更久。我们要晓得，这个我们看到无人机出现以后，改变整个战场的格局。那会不会这种无人潜舰出来以后，就改变了海底下潜舰作战的规则？这是极可能发生的事。好，谢谢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